不知道你会不会经常看到这样的问题：如何找到你的天赋使命？如何找到你的人生之路、人生方向、人生目标等等等等？就好像人生目标、人生方向、人生之路，这些是某一种固定不变的物体，就只等着我们去发现它。而一旦我们发现了它呢，我们的人生就不再是浑浑噩噩的了，我们就可以活出真我了。所以近几年的这个热门标签，大厂裸辞，第二人生，那他们的叙事都是告别某一种社会认可，但是我们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或者是身份，而找到自己真正的人生方向、天赋使命。不过要声明一下，我并不是在讽刺或者是否定这种路径选择，恰恰相反，我觉得我们现在不再去遵循某一条既定的人生道路，而是去问自己，我究竟想要的是什么？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是什么？我的独一无二的贡献又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的多元，我们的选择、我们的可能性变得更多。但我对这种叙事不满的一点呢，其实是在于它恰恰从另一个层面上否认了可能性，就是他把天赋使命、人生目标、人生之路这些东西当成一个单一的、固定不变的东西。所以这其实就否认了天赋使命，它可以是多元的呀。我们的人生之路，我们的人生目标、人生方向，它也可以是不断变动的。那回到裸辞、第二人生这样的标签，其实我自己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我的第一人生是学者、大学老师，在学术界待了15年，从事的专业是国际法。那因为从事这个专业呢，也有很多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参加各种国际工作组的机会。那我裸辞之后，现在是占星师，在法国认证的整合冥想疗愈师，正在解锁的下一个职业认证是人生教练。但是这种转变，它并不是因为我人到中年突然之间就发现了一个隐藏的人生方向或者是天赋使命，而是因为我本来就有非常多不同的兴趣。我当初选择学术，选择国际法，是因为热爱。我现在选择身心灵的方向，同样是因为热爱。更不要说我在业余时间还钻研和尝试过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东西，从写小说到买股票，从画画、古琴到学习各种各样不同的语言。那么我有没有过迷茫？有没有过自我怀疑呢？当然有。我最大的迷茫和自我怀疑，恰好就是来自于这种找到你的人生之路的主流叙事。就好像现在在社交媒体上也是一样，所有的人都告诉你，你的内容要垂直。其实我们的社会也是这样，它鼓励你的人生也要是垂直的，你要在一个领域里面不断的积累，不断的深耕，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这才被认为是成就。可是我的人生垂直不了一点。可是找到人生方向的主流叙事告诉你的是，你这样是不行的，你这样没有方向，四处涉猎。主流叙事会给你一个四字批语，叫做多学少成。所以我也经常陷入自我怀疑，是不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唯一的命定的人生方向，只是我还没有找到。或者更糟糕，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因为还有一个要命的点是，我从来没有违背过自己的心意，路都是我自己选的。可是为什么我走着走着就觉得它没有那么吸引我了呢？是不是我这个人就没有恒心，没有毅力，所以我也就注定没有办法有所成就呢？因为有这些疑问和随之而来的焦虑，我在这个事情上做了不少的探索。我读了一些书，有一些呢是对历史上所谓的通才的研究，比如说这一本，这个是英国的历史学家 Peter Burke 他写的一本书，叫做《国学者》。还有一些呢是自助类的书籍，这告诉你说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人会四处涉猎，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以及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发挥我们的长处。比如说像这一本，这个是 Emily Wapnick 她的一本书，叫做 How to Do Everything 通才人生指南。总之我探索的结果就是呢，像我这样垂直不了一点的人其实并不少见。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跟我们一样，而且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像我们这样的人是被推崇的。只是到了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社会分工的逐渐的细化，这个社会才变得越来越推崇专才。我更发现
这种垂直不了一点，这种看似找不到单一的天赋使命或者是人生方向，它可能恰恰好就是我的天赋使命，就是我的超能力。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一个无法垂直的人，那我想跟你分享3个工具，在我这个探索的过程中给我很大的启发。第一个呢是盖洛普优势测试，这个测试可能很多朋友都做过，通过测试可以得出你的5个主要的优势。那么我的前3位的优势呢，第一是理念，第二是学习，第3是思维。我觉得有学习这个优势的朋友们，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难以集中的问题，当然取决于你其他的优势是什么。这个学习它表现出来的方式和程度也会不一样，但有学习这个优势的人，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喜欢学习，而且他喜欢的是学习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结果导向的喜欢。最让我们兴奋的是从一无所知到了解和掌握一个领域，这种逐渐积累知识和经验的这么一个过程，它中间的那种成就感。你可能有过打游戏的经历，打游戏的时候升级打怪这个过程是最有意思的，通关了你当然也很开心，可是有的时候你通关了在开心之余，你反而有那么一点点的落寞感。第二个工具呢是人类图，那我这里呢就不再具体的解释人类图是什么了，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研究。那么人类图呢，它有9大中心，其中的 G 中心也叫自我中心，这个是跟我们的自我定义、爱和人生方向有关系。那么在人类图的体系中间呢，每一个中心都有定义和未定义2种状态，那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那我的这个G中心或者说自我中心呢，它就是一个未定义的开放的状态。G中心如果是一个被定义的状态，那这样的人他可能就是有一个稳定的人生目标、人生方向。那如果你跟我一样，这个自我中心是开放的、未被定义的，那你可能就不容易找到一个稳定的人生目标。你可以想见，这种开放的自我定位很有可能它会带来一种迷失感，尤其是如果主流叙事一再的告诉你，你应该要有一个固定的人生目标、固定的自我定位，那我们很有可能就会不断的在寻觅，可是却越来越迷失。可是人类图帮助我认识到的是，自我中心开放的人，他的这种不固定性、流动性，可能刚好就是他的超能力。自我中心开放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自我，而是说我们的自我是流动的，是多变的，我们的适应能力非常的强，因为对环境开放，我们的同理心也很强，我们对人生有非常强烈的好奇心，能够不断的去探索新的方向。我们的人生是不被定义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可能会发展出截然不同的人生路径。第3个工具呢，当然就是占星了，因为我现在是占星师嘛。那我自己的水星、命主星、天顶这些的配置呢，都指向了强烈的好奇心、多领域和跨界发展的兴趣。那这里就不说我自己星盘的细节了，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你们自己的星盘。强相关的元素包括你水星的位置，比如说你的水星有没有落在像是双子、射手、双鱼、水瓶这样的星座，又或者你的水星有没有跟木星、有没有跟天王星有相位，又或者你可能3宫、9宫被强调等等。当然了，这些都是泛泛而谈，因为星盘要看整个盘的一个配置，没有办法单独拎出来一个元素就说这个盘主的状态一定是如何如何。但我想强调的是，无论是用什么样的工具，最后得出来的是一个殊途同归的结果，就是我就是一个垂直不了一点的人，我就是没有固定的单一的人生方向，没有一个固定的兴趣点。如果主流叙事认为我多学少成，那是因为主流叙事对成就这件事情的定义本来就是单一的，而事实上我们这种无法垂直的人也有我们自己发光发热的方式。那这里呢就要说回前面提到的艾米丽·威普尼克。那艾米丽在她的书里面是把这种无法垂直的人叫做多潜能者，她总结了多潜能者的4种可能的职业路径。第一种呢是在一个团队里面工作，有些团队它可能同时需要专才和通才，大家呢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互相合作，这个适合那种喜欢团队工作的人。第二种呢是斜杠式的工作，这个呢适合那种喜欢在同一时间从事不同的东西，在不同的工作之间自由切换的人。第3呢是从事一种经济上给你一定的稳定性，而你又不那么讨厌的工作，这样呢让你可以在业余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第4呢是一个一个来，
先在某一个领域工作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再换另一个领域。这个比较适合那种虽然说兴趣广泛，但同时也很喜欢深入钻研的人。那我自己其实到现在为止，在职业发展上基本上走的是这样一条路线。虽然说我在业余也会同时发展很多不同的兴趣。艾米丽她的网站上还有一个小测试，可以去测你是属于以上所说的哪一种多潜能者。那它还有一个关于多潜能者的 TED 演讲，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不错，我自己听得很感动，很推荐大家去听。那这些链接呢，我都放在视频的下面。最后总结一下我想要说的，如果你兴趣广泛，找不到单一的人生方向，先不要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因为那个很有可能就是你的超能力。这些超能力可能包括极强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以及在看起来毫不相关的领域之间找到相关性并加以整合的能力。最后，虽然当下我们社会的主流仍然是专才当道，但是在新的时代，跨学科思维带来的融合和创新将会越来越重要。所以我相信在未来，无论是专才或者是通才，都会有用武之地，都能够找到我们独一无二的位置。那么你呢？你也是一个垂直不了的人吗？你都有些什么样千奇百怪的兴趣呢？你又尝试过什么样的人生方向呢？如果你也有用过像是盖洛普测试、人类图、占星或是其他任何的工具来做这方面的探索，都欢迎你跟我分享。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啦，下次见。